大家好，我是 V 妈，今天我们一起来做烤鸭。这种方法特别简单，不需要吹皮、抹糖，特别适合家庭制作，口味也一点不输餐馆。后面还会附上烤鸭卷饼的做法，以及一鸭三吃，把一只鸭子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化。第一步，先煮糖水，这里用红糖、白糖都可以。3000毫升水配1杯半的糖，把糖水煮开。我这只鸭子是在我们这边一个叫 Winco 的超市的冷冻柜买的，这是一只5磅左右的鸭子。这个牌子的鸭子我买了好几次，都非常的新鲜。鸭子肚子里面自带一包调料，它本来是让你做 Orange Duck 的，直接扔掉就可以了。把鸭子的屁股也去掉，少许的血水，把血水倒出，把鸭子清洗干净。还有一根鸭脖，我们是用不上的。如果你喜欢吃，也可以留着之后一块烤。糖水煮开后，把鸭子放入锅中，水最好能没过整个鸭子，如果不行的话，要注意翻面，使整个鸭子都能沾上糖水。开大火，煮到水再次沸腾之后，再煮8分钟左右，就可以把鸭子捞出。煮好的鸭子还是比较干净的，但是上面会浮现出很多小的绒毛，用镊子或者直接徒手趁热把鸭子的毛拔干净。我觉得拔毛可能是整个烤鸭最费劲的部分了，建议一边听我的视频一边拔毛。接着准备腌料，1小勺盐，1小勺五香粉，把2种调料搅拌均匀，然后把盐和五香粉均匀地抹在鸭子的表面以及肚子里，每个地方都要抹到。自制一个简易支架，拿一个盆儿，里面放一个料酒瓶子，然后把鸭子插在料酒瓶上面，鸭子的翅膀上再架一根筷子，接着把鸭子放入冰箱冷藏或者阴凉处晾干。24小时之后，拿出鸭子放在烤架上就可以开始烤了。建议使用这种烤肉的架子，底下的烤盘垫一张锡纸，方便鸭子滴油之后也更好清洗。烤箱预热400华氏度，也就是200摄氏度。接着把烤鸭放入烤箱，趁着烤鸭的功夫来准备一个烤鸭卷饼。200克中筋面粉，加入120克热水，水不必太烫，大概70到80度左右就可以了。把水和面搅拌均匀，揉成一个不必太光滑的面团，裹上保鲜膜，让它静置30分钟。这时候烤鸭已经烤了40分钟了，可以看到表面已经有一些微微的焦黄。把鸭子翻面继续烤。醒面30分钟后，把面团拿出来稍微揉一下，接着搓成长条，把面团分成平均的16等份。小面剂子上撒上一些干粉，先把8个面团用布盖起来，防止面团变得太干。接着把小面剂子用擀面杖擀圆，用擀饺子皮的方法，把面剂子擀成饺子皮大小。待8个面剂子都擀好之后，在每个面剂子朝上的一面刷上一些食用油，再把另一个面片盖在上面。最上面一层不需要抹油。待8块面皮都摞好之后，轻轻的按压，使8块面皮的边缘基本对齐。接着再用擀面杖把8块面皮一起擀大，擀成大约直径为10厘米的圆形。另外8个面剂子也同样的操作，这样我们就得到16个面皮。锅水烧开，把2箩面皮放在蒸锅中，开大火蒸8分钟。这里建议还是要用蒸锅，如果用微波炉转的话，我试验过，面皮会非常的干硬。另一面烤鸭烤40分钟之后，建议用这种温度计插入烤鸭大腿最厚的部分，看一看内部温度是多少，一般要达到200度。我这里温度还没有达到，这样就继续烤。具体烤制时间要根据鸭子的大小以及烤箱来决定，所以建议还是要用这样的温度计测一下。8分钟之后，拿出烤鸭卷饼皮，趁热把卷饼皮撕开，看看这饼皮薄薄的又特别的油润，拉一拉也不破，很有韧性。如果不马上吃，要用保鲜膜把饼皮盖起来，防止它变干。准备一个蘸酱，我这里用的是甜面酱，1大勺甜面酱，2大勺清水，1小勺白糖，1/2小勺香油。
把酱放在微波炉里面加热一下，并搅拌均匀。这只鸭子我一共烤了1小时40分钟，拿出来之后，上面的皮已经脆了，但是翻过来以后，发现另一面的皮还没有很脆，所以我又用烤箱的炙烤功能，把没有上色的一面鸭子朝上又烤了5分钟。5分钟之后拿出来，颜色就非常的好看了。我做过实验，如果你之前是用的红糖水来煮鸭子的话，就不需要最后的炙烤了。接着就是按照你自己的喜好片鸭子了。我一般是把鸭胸先片下来，接着再把鸭腿上的肉切下来，接着把鸭子背面可以切的部分都切下来。卷饼皮如果冷了，吃之前可以用微波炉转一下。这样的烤鸭色香味俱全，如果不用酱蘸，直接吃也是非常好吃的。这里我用了北京烤鸭的吃法，蘸上甜面酱，再配上一些黄瓜丝和葱丝，卷饼包起来，我觉得也就比全聚德差一点吧。第二天把剩下的烤鸭上面的肉撕下来，你会发现其实上面还剩了非常多的肉。撕完肉的鸭骨架放入锅中，基本可以没过鸭子的开水，开大火来炖一个鸭子浓汤。水烧开后盖上盖子，炖30分钟左右。打开锅盖就可以看到鸭子汤已经变成奶白色了。尝一下咸淡，根据你的口味少加一点盐，再切一点白萝卜放进去，把萝卜煮熟就可以出锅了。再用刚才撕下来的鸭肉炒一个椒盐鸭。铁锅烧热加油，一个洋葱切丝，一个青椒切成块，放入烧热的铁锅中。蔬菜稍微翻炒一下，加入1/2小勺的盐，让蔬菜入一个底味。喜欢吃熟一点的洋葱的，可以盖上锅盖，让它焖个2-3分钟。打开锅盖就可以发现，这时候洋葱和青椒都已经软了。接着倒入鸭肉，开大火进行翻炒。根据你自己的口味，加入适量的椒盐，我这里加了1/2小勺的椒盐，1/4小勺的五香粉，没有也可以不加。翻炒均匀就可以出锅了。鸭子汤直接吃或者用来煮鸭血粉丝都是可以的，我这里用了粉丝、萝卜以及豆腐皮。汤出锅前再撒上一些白胡椒粉会更香。把汤加在粉丝里，这个汤完全就是南京鸭血粉丝汤的味道。再撒上一些香菜，冬天来上这样一碗热腾腾的粉丝鸭汤，绝了！一只20刀的鸭子，连吃2天，3种吃法，是不是很值呢？大家一起来试试吧！我是 V 妈，别忘了点击关注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